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欢迎回来。今天是8月5号，奥运会比赛日的第10天。在今天的奥运系列视频中，我们将聚焦举重这个项目，并且聊聊与其密切相关的体能、爆发力和绝对力量。对于我频道的小伙伴来说，举重这个项目是最接近健身的。他们使用的训练器械相同，训练动作相同，甚至很多人的健身目标就是提高力量。那么，通过今天对举重的介绍，你将更了解这个项目，看看它是否和你想象的一样。现在我们进入主题。举重作为现代奥运会最早的一批比赛项目，以其惊人的力量和极高的技术要求著称。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举重选手不仅仅要在短时间内举起超过自身体重的重物，还要具备极高的技术精准度和稳定性。例如，将杠铃举至最高点时，要求杠铃瞬间到达与身体立线保持垂直的位置，位置偏差1毫，试举就可能失败。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体重项目中最重要的2个体能。首先介绍爆发力。爆发力是指肌肉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最大力量的能力，也就是快速发力的能力。例如，在抓举时，运动员需要一瞬间将杠铃从地面举至头顶，一气呵成；而在挺举时，先要做高翻，将杠铃提至肩部，再做推举，将杠铃迅速推过头顶。这些动作既需要速度，也需要力量。速度和力量的结合就是爆发力。爆发力的大小受到肌纤维类型、功能系统和神经肌肉活动模式的影响。快肌纤维，也就是2型肌纤维，特别是 2X 型肌纤维，是爆发力的主要来源。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每个人天生的肌纤维比例不同，通过后天的训练可以改变肌纤维的比例。例如，一个人天生耐力型肌纤维比例高，也就是1型肌纤维多，但是后天他做了很多2型肌纤维的训练，比如爆发力和力量训练，那么他的肌纤维比例就会偏重2型肌纤维占优。不同的肌纤维负责不同的负重任务。2X 型肌纤维是收缩速度最快，并能提供较大力量的肌纤维。在磷酸原系统的支持下，0到6秒内可以提供充足的 ATP。磷酸原功能系统是单位时间内提供 ATP 最多的功能系统，但是一旦时间超过6秒，这种功能系统就不能持续提供主要运动能量了。而神经肌肉活动模式是单位时间内神经调动更多肌纤维参与运动的能力。想要力量大，就需要更多的肌纤维参与，但是爆发力快速的特点又不允许更多的肌纤维参与发力，这就要看运动员神经激活肌肉的能力了。以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肌肉在瞬间爆发出最大的力量。因此，爆发力被认为是最高强度的体能类型，没有之一。它是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的最好体现。除了举重，许多项目都需要运动员在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来完成高难度的动作。例如，短跑运动员需要强大的爆发力用在每一次蹬地上，而跳高跳远运动员依靠爆发力获得最大的跳跃高度和距离。尽管爆发力这种体能很酷，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机会并不多。如果你不参与爆发力运动项目，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力一投、用力一跳，甚至用力一拳。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的体适能不需要的项目，你就不用训练，训练了练不到，练出来的能力也会下降。因此，我今天不做爆发力训练方法的介绍，太高级。不过我在训练计划制定的系列视频中讲过爆发力训练的安排问题，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那些视频。接下来介绍绝对力量。绝对力量是指肌肉对抗阻力时所产生的最大力量。爆发力和绝对力量在举重项目的占比中，爆发力更加重要，而绝对力量在某些阶段才会被使用到。例如，在抓举和挺举的初始阶段，运动员需要绝对力量将杠铃从地面提起。在举起杠铃后，身体需要足够的绝对力量支撑杠铃并保持住，而这些运动过程只有拉起杠铃时，肌肉的长度才出现收缩变化。在其他阶段都是肌肉的等长收缩，所以举重冠军不一定是大力士。你看，中国举重队的成绩非常出色，但是在世界大力士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的成绩却不行。这很显然的说明，举重并不是绝对力量的比赛，而是爆发力和技巧的比赛。绝对力量的大小受到肌纤维类型、肌肉横截面、神经肌肉协调和功能系统的影响。快肌纤维，特别是2X、
2AX 型肌纤维是绝对力量的主要来源。肌肉的横截面积，简单理解就是肌肉的发达程度。肌肉横截面积越大，肌肉越发达。而神经肌肉协调就是刚才讲的神经调动肌肉参与发力的能力。和爆发力一样，绝对力量使用的是磷酸原功能系统。绝对力量在其他项目中多是短时间阶段性用到，因为想要激发出肌肉最大力量，运动的速度就会降低。所以绝对力量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单独使用的机会几乎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可以拿着手机有休闲时间看健身视频，我估计你的生活中几乎用不上绝对力量。举重项目除了我今天重点讲解的爆发力和绝对力量以外，还包含柔韧性、协调性、平衡性以及运动准确性。因此举重也是奥运比赛项目中的体能大户。到现在我已经讲完了爆发力、力量、肌肉和心肺耐力、速度、柔韧性、灵敏性、协调性、平衡性以及运动准确性这10项体能。下面几期我们要关注田径赛场了，我也将这些讲过的体能项目与实际的比赛串联在一起，看看大家能不能变成体能的行家。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